只是被父亲随口说了几句，他就直接把菜扔到对方脸上。后面我还紧把他皮的那个，他死了还好一点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买的保险，他死了就蛮多钱。我就是喜欢上他，好开心。这个内心恶毒、笑容让人后背发凉的女孩名叫李奈月，一个把恩将仇报演绎到极致的叛逆少女。她出生仅4天就被亲生父母狠心遗弃，本该是跌落谷底的天崩开局，可她命不该绝，被一对善良的高知父母收养。即便没有血缘的羁绊，养父母也对她视如己出，倾尽所有给她最好的生活。可毫无底线的溺爱与优渥的生活，并没有养出知恩图报的孩子，反而滋生了她嚣张跋扈的性格。建立了好习惯点。由于养父常年忙于事业，疏于对他的管教，李奈月整天沉迷于互联网，模仿杀马特化妆、抽烟加纹身，甚至病态地认为手腕自残是彰显个性的方式。本该静心读书的年纪，她却彻底沦为人人诟病的精神小妹。在家忤逆父母，随意发脾气，一言不合就暴怒撒泼，在校更是肆意妄为，频繁顶撞老师，拉帮结派，打骂欺凌同学，最终被学校无奈劝退。就以为自己是班真什么了不起，人品吧有点不好。就感觉会做些比较卑鄙的事情，彻底束手无策的养父母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节目组，决定让他去往艰苦的农村改造，盼着山野生活能磨平他的棱角，唤醒他的良知。结果当一行人抵达偏远的农村，面对早早来到村口迎接的哥哥，李奈月第一反应不是感激，而是赤裸裸的嘲讽和嫌弃。白学校为什么没人笑？爸爸丑。他全程带着城市孩子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看不起淳朴的山村少年。当得知回家要步行4个小时后，他又开始耍无赖哭闹。不行了，我想死，我想天堂，搞个车子啊，真受不了啊！好心的大哥把骡子借给他骑，结果他一上去就开始作妖。我不去了！哎呀，你看我嘴巴！哎呀！好不容易到目的地，天已漆黑一片，热情的村民为他点燃篝火举行仪式，只为迎接他的到来。感受到被重视的李奈月心情大好，可这份好心情仅仅维持了片刻。等他走进农村新家，心情瞬间跌至谷底，巨大的落差让他满心后悔，崩溃不已。我这样个死哥，我根本跳楼，我在念。他蛮爽吧。漫长的赶路和折腾让李奈月身心俱疲，甚至没来得及洗脸就草草睡去。次日清晨，村里传来喜讯，有人要办酒席。没见过彝族婚礼的他，顿时来了兴致，打算去凑凑热闹。可当他看到新娘的长相后，又立刻出言嘲讽：不好看。要知道，在大山深处，女孩们的命运身不由己，年纪轻轻就遵从父母包办婚姻，早早嫁人生子。李奈月得知他们的经历后，突然对素面朝天的新娘产生同情，主动提出要帮她化个美美的妆。编导为了鼓励她做好事，就夸了几句新娘漂亮，却让爱攀比的李奈月瞬间黑脸。我哪有长得好看？不够讲话，你要一个懂我。好了，你好看，真的。结婚怎么了？快点离婚！长得那副德行还敢出来化妆，又黑又丑，看他手成什么样了？都成鸡爪子了，那手指甲里面还有泥巴，恶不恶心啊？哪有这样的来结婚的？李奈月的突然变脸，让现场的氛围都变了。新娘大喜的日子只能强颜欢笑。让过让过呗，骂了就骂了，他能怎么样啊？他全然不顾婚礼的喜庆氛围和场合，当场闹脾气、撒泼耍性子，场面十分尴尬。而真正让他彻底破防的是工作人员的一句无心评价。当李奈月好奇询问互换女孩的容貌时，工作人员直言对方长得像女明星 Angelababy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李奈月心中的妒火。他长相 Angelababy 了，别人就把他捧到天上去了。Angelababy 小号演电影去，要他去了。别瞧不起哦，香肠嘴还 Angelababy， 她那种德行还化妆，香肠嘴怎么打扮？她演凤姐出身的吧？屁都不是，就是个小蚂蚁。这一刻，他极度爱面子的缺点暴露无遗。看着别人备受夸赞、备受偏爱，对比自己艰苦的农村生活，李奈月满心懊悔，无比后悔参加这次变性。这种扭曲的胜负欲，最终演变为一个荒诞至极的举动。他召集全村同龄人开会，让大家评判自己和农村交换女孩谁更漂亮。那你觉得她长得很漂亮是吧？哪里长得很漂亮？你觉得香肠好不好看？那为什么你觉得罗真很好看呢？我觉得外表漂不漂亮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真诚。眼见同学们的回答不合心意，李奈月甚至当场自残。可当他转头看见一个浑身灰扑扑，在凛冽寒风里只穿着单薄衣衫的小女孩时，躁动的情绪骤然平复。强烈的对比让他猛然醒悟，比起很多人，自己早已拥有足够多的幸运。李奈月好心的把围巾和袜子都给了小女孩，但谁都不知道，当节目的滤镜褪去，这场闹剧究竟会迎来真正的救赎，还是短暂的停歇。